哎，大家伙儿早喽！3月19号星期三，又是周三早晨，大阪城大人的早训练跑团的训练日。今天的课表是10个400米，这周是无锡马拉松的比赛周，像这种短距离的冲一冲是有帮助的。周三这个时间点，就是你的速度感的这个保持或者找回有用，但是没有那么大用，因为周日比赛嘛，还有好几天。一般就是我习惯周五早晨或者周六早晨冲个3组到4组200-300米，对我来说就足够了，或者说2分钟的那种就足够了。刚才热身了一个6公里，平均配速5分10几。昨天下午工作不多，在家练了几组腿部的力量，现在这个臀部肌肉是有酸痛感的。还有就是如果您是目标赛事，比赛周这一周就不做力量训练了，这也是别人教给我的，不是我实践的。但是今天呢，要跟大家简单分享一下我实践过的赛前的一些做法。昨天不是说的吃嘛，对吧？还有就是上个周日的会员视频说琵琶湖，我也说了一个我的赛前的一个尝试，今天都跟大家简单分享一下。今天10个400米，你们看现在的天大概微微的亮一点点，去集合。小伙伴们，琵琶湖马拉松年龄组第一名，第一名冠军有什么奖品？呀，应该没有，没有奖品，只有一个奖状。是奖字，太棒了！周末那个10公里第2名那个，对，第一名多大年纪？他比我大1岁，大1岁，那基本就是同龄人。我看就快一点点。1秒，对，大河原先生周末有一个10公里比赛第2名，跟第一名差1秒，因为10公里的比赛到9.5公里，我不知道他在后面。被最后这个他越过我，1秒大概差多少？差这么多？对，差不多。太可惜了。你们知道吗？奈良的那个我前面那粉衣服那位先生叫什么？我记不住了。他在好像是琵琶湖还是大阪跑2小时35以内，好像人家是个高手，所以这10公里最后那1公里能那么加速。行，一会儿再聊。小伙伴们，你们看这位胡先生，咱们是去年夏天认识的，对吗？对，去年4月份胡先生第一次在大阪城我们见到，那时候还微胖。然后前2天琵琶湖的首马3小时34，对吗？3小时35， 20秒，太棒了！比我大几岁，刚开始跑步，太棒了。3、2、1，はい、スタート。走，到。第一个400米平均配速3分16。小伙伴们，刚才最快的一圈是73秒，还有最后一个。今天有2个失误，第一个失误是开表的时候选错了单词课程。他跑完第一个时间不对，就是休息的时间，不是自由模式。后来倒腾了好几次，因为中间休息太短了。
还有一个就是就带了一个相机，我给忘了。还有最后一组，要是没电了还差好多，就回去再拿一个相机再录。最后一组，别受伤就好。哎，到。再做他别上，再做，啊，真棒，啊，再做让给他，啊，再做，啊，再做都给上，啊，最后一组，平均配速2分51。太可以了，小伙伴们，我就最后这4组是弄对了模式，因为2组这间隔太短了。我是开手表，然后再调那个间歇模式，我调2次没成功，最后一次快到了以后我马上停，赶紧弄才成功的。所以今天的 Strava 就乱七八糟了。看看啊，第7、8、9、10，对，第7个是第7个是3分10 76秒，咱们就说多少秒吧。第7个400米76秒，然后第8个400米73秒，第9个400米76秒，最后一个最后一个68秒，我 PB 了，我400米，这种训练里的400米 PB 了。我之前好像最快是72秒，我记得那天，而且也是最后一组最全力以赴72秒。行，慢跑一下。嘿，小伙伴们，3月19号星期三清晨，我已经冷身了4公里多，和大环先生一块跑回来了。这相机也没电了，今天简直是各种的小意外。先是摁错表了，也不是摁错表了，是怎么回事呢？春节的时候在北京，我们那一天的课表是10个400米，因为我自己跑嘛，我就设了一个恢复的时间是1分钟。然后今天我忘改回来了。这种集体的课呢，你很难说大家都在那1秒上，所以就建议大家都是做那种就恢复那个模式，变成手动计圈就好了。然后后来呢，就是那个因为组间隔太短了，我刚才说的就没来得及调好，最后四组才记得很准确，所以 Strava 关注我的小伙伴们就抱歉了。还有就是关于那个场地赛的报名，大元先生说那场地赛报名和马拉松不一样，我那个在线操作当时觉得好像怪怪的，就填完信息以后就没了。大元先生说你得交钱，我说怎么交钱？他说那个看网站会写说什么类型的比赛到哪个地方给哪个账户汇款，不是在线的。我不知道现在还来得及来不及了，不过没关系。大元先生说会介绍我另外一个，就我这个是大阪陆上竞技会，就是大阪陆联的每年度的登录，还有一个是叫做大阪 Masters， 可能就是 Masters 吧，那种也是操场类的比赛，就田径场的比赛。说那个比赛也挺多的，而且面向的人的要求不像我这报名的这个是好像只有4月份这2场是有普通大众的，其他那种都得要16分以内的5公里才能报名。没关系，这种比赛未来会很多，我今天回去先看看这个的事儿。然后另外就是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，
我这次琵琶湖马拉松在上周日的会员节目里跟大家详细的说了，今天简单跟大家分享一下，就是马拉松赛前的这2-3天，千万别泡热水澡，别泡热水脚，别做太放松的按摩，或者这么说，别做太让肌肉松弛的事情，这是结论。就这次琵琶湖马拉松跑的时候，就感觉那个肌肉吧，就跟刚泡完澡那感觉似的，就特别软。为什么呢？就是因为赛前那个周6早晨正好是我的休息日，然后跟家属一块儿跑到大本营吃早饭。一般这种就是完了以后我们坐车回来，刚从那温暖的屋里出来，穿的又少就冷。当天下午直完播之后呢，觉得这体温上不来，我说算了，反正也不是目标赛事，我给大家测试一下。因为我记得特早之前我说过，我说我不建议赛前泡澡。那时候其实我是没试过的，因为那时候每一场比赛对我来说都是目标赛事，都全力以赴。这次找一个不目标赛事咱们试试。我吃完晚饭泡了个澡，也没泡太久，泡了半个小时，大概40度左右的水，然后泡完挺舒服的，睡得也挺好。第二天其实起跑之前也觉得挺正常，一起跑就觉得不对，可一跑我觉得大家这4分配速怎么都这么快呀？就觉得腿使不上劲儿，所以这几天大家忍一忍。然后呢，还有一个事儿，就是每次比赛之前都跟大家说，今天是礼拜3，对吧？今天是最后一个绞指甲的机会，或者剪指甲的机会，能不剪就别剪了，因为有时候人就是这样，我有时候手子特欠，弄不好了就剪深了。行吧，周末是目标赛事的小伙伴们，这一天就好好调整了，调整身体，调整心理。我不是目标赛事，我就回去玩一趟，然后无锡赛后应该是还不确定是哪天去，反正是周4从南京飞回大阪，订了机票，没订酒店，也没订高铁，什么都没订。就这次比较的随性。行，那这么着，最后还是祝大家呢努力生活，健康平安，咱们下回再见。